日本62岁女装大佬参加完舞会后，情趣酒店内惨遭割头。警方多方查证，锁定凶手竟是20多岁女孩所为。女孩父母知情并深度参与作案。一家3口与头颅一起同吃同住，过着平静诡异的生活，直至案发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起比电影还要魔幻的最新日本奇案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最近发生在日本的离奇案件——北海道博野欢乐街。这里是纸醉金迷的北国欢乐场，林立着酒吧、俱乐部、卡拉 OK、拉面馆、居酒屋等4000多家餐饮娱乐场所。华灯初上，博野街道旁便人头攒动，灯红酒绿。就算到了深夜，顾客出入仍是络绎不绝。这里因此得名博野不夜天。它与东京的新宿歌舞伎町、九州福冈的中州并称为日本3大红灯区。遍布娱乐场所的博野治安一直很好，可就在2023年的7月2日下午的3点左右，位于博野的一家情趣酒店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恶性案件。工作人员在酒店的202房间的浴室内发现了一具男性的无头尸体，随后拨打了报警的电话。警方火速赶到了这家酒店，工作人员告诉警方，202号这间粉色主题的房间是7月1日晚上接近11点，一高一矮2名客人入住的。大约到了2日的凌晨2点，202号房间给前台打去电话，一个应该是女生的声音说想要一个人先退房，随后较矮的那个人就离开了。因为包裹得很严实，工作人员也没有看清男女，直到下午的3点，工作人员发现了202号房间应该还有1名客人没有离开。拨打房间的电话询问，并没有人接听，随后就来到了房间进行查看。敲门没有回应，工作人员打开了房门。乍一看去，里面并没有人，屋子很整洁，就像没人住过一样。可在随后查看房间浴室时，意外地发现了在浴缸之中躺着一个无头的尸体。该情趣酒店一共有7层，每层是2个房间，尸体所在的房间在2楼。房间很整洁，浴室里也没有挣扎的痕迹。警方查看了尸体的各种细节，死者为男性，身高在1.7米左右，被发现时呈蹲坐状，身上有致命的刺伤，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。现场不存在打斗过的痕迹，死者身上并没有防御性的创伤，体内没有检测出安眠药等药物成分。初步猜测，应该是死者正在淋浴时突然被人拿刀捅到了要害，死后又被割下了头颅。现场血迹被擦拭，没有发现凶器，房间内更没有任何有关被害男子的私人物品，手机、衣物、鞋子通通都没有。死者的指纹没能在指纹系统中比中，说明他没有犯罪的前科。照此看来，案情比较清晰。嫌疑最大的作案人便是在案发当晚与受害人一同进入房间的神秘人。现在，警方急需确认死者的身份，找到这个神秘人。警方调取了酒店及周边的监控。7月1日10点50分，被害男子和一个身穿白衣、戴着黑色大檐帽、拖着大行李箱的疑似女性一同来到了这间酒店，入住202号房间。7月2日凌晨2点，神秘人换了一套衣服，穿上了一套非常宽松的黑大衣，戴着黑色的大檐帽和口罩。入住酒店时，神秘人仅仅是带了个尺寸很大的行李箱，离开时除了行李箱，身上又背上了背包。监控记录下神秘人独自离开的画面。深夜中完完全全遮住的身体，巨大的行李与背包。到了这里，警方很快就判断出，神秘人入住酒店行凶后，把受害人的头以及所有个人物品放进行李箱和背包中，从容地带着离开。警方迅速成立了一支由240名警员组成的专案组，进行深度的调查。没多久，被害人的身份先得到了确认，死者名叫朴仁志，案发时62岁，从小在惠庭长大。高中毕业以后，在东京和旭川工作了很长时间，结婚生子后回到了惠庭，居住在惠庭的和光町，在一家石膏装饰公司工作了超过10年时间。身份能够这么快的确认，还是因为在案发的第2天晚上，朴仁志的妻子因为丈夫一直没有回家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很焦急，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警方来到朴仁志家，进行了残缺指纹和手术痕迹比对后，最终确认30公里外博野情趣酒店内的无头男尸正是朴仁志，属于他的车辆也在距离酒店不远的停车场被找到。车内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朴仁志妻子对于丈夫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并不知情。警方经过了多方查证，原来朴仁志有异装癖，下班后经常会身着性感女装出入各类娱乐场所。在遇害的前一天，7月1日，朴仁志并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去向，就独自开车从会厅来到了札幌，参加酒吧举行的disco聚会。当天有近400人参加了这场活动，活动时间是16点开始，22点结束。参加者年龄段都在40多岁到60多岁之间，所有参会人都会打扮得很夸张夺目，其中极少部分人还会选择男扮女装。遇害的朴仁志便是其中之一，也是这里的常客。他经常会背着家人男扮女装来参加晚会。朴仁志当天身穿一套闪闪发光类似泳衣的衣服，背上背着发光的包，痛痛快快的在聚会上玩了一场后，一个人离开了酒吧。在酒吧附近的路上，与带着黑色大行李箱的神秘人碰面。神秘人的体型较小，朴仁志与神秘人在路边闲聊了一会儿后，于晚上的10点50分一起进入了情趣酒店。之后，神秘人杀害朴仁志，退房离开，消失在凌晨的夜色里。朴仁志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在附近的居民眼中，他性格很安静，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。虽然和周围的人交流不多，但给人的感觉是个很低调、很温柔的人。而在酒吧圈子里相熟的人看来，朴仁志却是另外一种形象。从7、8年前开始，他就穿着一身女装参加各种活动，游走于各类舞厅和酒吧之间，蹦迪、泡吧、撩妹、喝酒。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安安静静的；遇到认识的人，会很开心的一起聊天，也和一些女性朋友共同参加过活动，是个很有亲和力的人。多年的女装经历让他对化妆和女性着装很有心得，得体的衣着和还算精致的妆容，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经常混迹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也会亲切地称呼朴仁志一声志将。虽然朴仁志年纪很大，已经60多岁了，但因为化妆后成熟知性，看起来也就是40多岁，所以最初案件公布信息时，谁也没把62岁的被害人与叱咤在圈子里的志将联系到一起。穿女装是朴仁志的爱好，可熟识他的人都知道，朴仁志的性取向是正常的。频繁的参加聚会，他依靠女性的装扮，使得很多女孩子放下了警惕。毕竟在娱乐场所，60多岁的大叔搭讪和40多岁的知心姐姐跟你聊天，效果是天差地别的。可没人能够想到，这样一个60多岁、极度反差的女装大佬，为何会死在情趣酒店中？当晚与其共赴酒店的神秘人身上带着凶器、行李箱、换洗的衣物，很明显，这起犯罪是有计划的。凶手会是谁？为何要如此残忍地割去朴仁志的头颅？现在头颅又在何处呢？在掌握了朴仁志足够多的线索后，警方考虑到朴仁志在夜晚有着与生活中完全不同的2副面孔，女装大佬的这一面家里人也并不清楚。那么他与神秘人顺理成章地一同走进情趣酒店，这个神秘人大概率与朴仁志的夜生活有关。顺着这个线索，警方破解了朴仁志的社交账号，逐个甄别。经过3周多轮的排查后，发现监控录像中的神秘人就是居住在札幌市的29岁女生田村流奈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被逮捕的嫌疑人竟然不止一位。2023年的7月24日，警方以涉嫌抛尸及故意毁坏尸体为由，逮捕了田村流奈。当天一同被逮捕的还有田村流奈的父亲59岁的田春修。7月25日，田村流奈的母亲红子也因有协助作案的嫌疑而被捕。警方在对这家人居住的房子进行搜查时，在浴室中发现了一颗已经有些腐烂的人头。通过牙齿形状判定，这正是朴仁志的头颅。一起女装大佬情趣酒店无头案本就引发了民众的极大关注。如今凶手被找到，竟是一家3口，
而这一家人的身份更是与割头罪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这是一个经济条件很好、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。父亲田春修59岁，是一名医生，在札幌市一家医院精神科当主任。他为人认真勤奋，病人对他的评价很好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大家评价他是一个热情、善于交际的人。他的爱好也非常广泛，很小的时候就玩乐队，多年来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演出，时常在网络上更新自己弹吉他的视频。それはどうってことのない日だ。顔見知りの野良猫がいつものようにやってきた。午前7時。他的妻子田村红子是喜欢绘画、昆虫和花卉的文艺女性。她年轻时在美术馆工作，曾在当地电影爱好者制作的作品中出演女大学生的角色。如今则是做着一些兼职工作，平时就画画，照顾家中的花花草草。田春修会把妻子的画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，夫妻感情十分的恩爱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两个人的女儿29岁的田村刘奈，她身高1.6米，几乎每天都在家里，没有上班，个性比较孤僻。因患有癫痫，刘奈小学在学校的时间就不多，更是几乎没有去初中跟高中上过课。田春修夫妇对唯一的女儿已经到了溺爱的程度，对于女儿不上学、不工作、待在家里，表现出了很强的包容。夫妇曾去珠宝店为女儿挑选生日礼物，店主记得他俩谈到女儿，满眼都是宠爱。刘奈的同学回忆起来，刘奈好像是一个很偏激的人。小学时疑似被男同学嘲笑所穿的衣服，刘奈就能猛地从笔盒里掏出小刀，朝羞辱他的同学冲过去，幸好被其他同学阻止。刘奈告诉男同学，如果他下次还要说同样的话，一定会直接刺向他。这样一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很文艺，待人接物也很好，女儿基本上也都是待在家里，是什么理由让他们共同谋划做出如此恶性的案件呢？之前提到，朴仁志经常身着女装出入各类娱乐场所，搭讪一些女孩。案发之后，一些知情人就透露了一些少为人知的细节。朴仁志喜欢用女装的样子来接近女孩们，让她们放松警惕，拉近距离后再进行骚扰。就有曾被朴仁志骚扰过的女孩回忆起在酒吧跟朴仁志接触的场景。最初，朴仁志与女孩搭讪时，从装扮到使用的语言就完全是女性化的，话里话外都表现出一种知心大姐姐的形象，很快就能让人放下警惕。但他与女孩聊熟了之后，女孩就发现了不是这么回事，频繁的恭维女孩长得多漂亮，眼睛在女孩身体上下游移，做出一些肢体上的接触，甚至在女孩要去上卫生间的时候，朴仁志也会跟着她一起进了女厕。最后，女孩叫来了工作人员，朴仁志才作罢。女孩也提到，当天散场时看到朴仁志拉着一个女孩一起走出了酒吧，嘴上说着这个时间点已经没有车了，不如一起开一间房睡一晚算了。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了，朴仁志喜欢穿女装，并不是性取向不同，就是色胆包天，穿着女装来到娱乐场所钓鱼的。一旦女孩安全意识稍微差一点，很可能就着了朴仁志的道。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刘奈爷爷的证实。爷爷曾听刘奈的父母提起了孙女儿的遭遇。刘奈很不喜欢男生，偶尔会去到博野的一些同性酒吧游玩。5月底，在博野的一家酒吧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。朴仁志穿着女装靠近了刘奈。在一个5月份的酒吧视频截图上显示，他们互相看着对方，笑着跳舞。离开酒吧后，朴仁志就提出了一起去开房间的邀请。刘奈都是待在家里，社会经验、防范意识几乎为零，以为朴仁志也是女性，并没有太在意。被带到旅馆之后，刘奈被侵犯了，整个过程还被朴仁志拍下了小视频。没怎么上学，没什么经验，刘奈着了朴仁志的道。此事之后，朴仁志没有就此收手，反而拿着当时拍过的视频威胁刘奈。他被迫与朴仁志又见过了几次，整个过程刘奈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崩溃之下就把事情告诉了家里。田春修得知女儿的遭遇后，夫妇联系了朴仁志，严厉地警告对方离自己的女儿远一点。爷爷从儿子儿媳口中得知此事，还专门询问过为什么没报警。夫妻俩解释不想把事情闹大。
这种事儿传出去对女儿也不好。但跟朴仁志已经很明确的摊牌了，他也答应以后再也不会骚扰刘奈。可一家人没想到的是，朴仁志说话并不算数，他还是拿着视频再次要挟刘奈。一家人忍无可忍，最终拟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为了解决女儿面临的问题，一直溺爱着女儿的父母顺着女儿的心意，越过了最后的红线。在有了杀害朴仁志的想法和计划之后，7月1日晚，田春秋和刘奈父女去超市买了锯子、刀具跟行李箱。刘奈把黑色的衣物、锯子跟刀具，还有一个双肩包都塞进了行李箱。田春秋驾车将女儿送到酒店附近后，将车开走，停在不远处等着女儿。朴仁志参加完派对后，来到路边碰头，随后两人一同前往了事先约好的酒店。刘奈在202号房间内，趁朴仁志脱光去浴室的时候，从箱子里取出了刀跟锯子，从背后猛刺朴仁志。朴仁志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刺中了要害。刘奈随即用锯子将朴仁志的头锯下，装进了箱子。他将血衣换下，把血衣跟作案的工具分别放入了双肩包跟行李箱，给前台打电话，离开了202号房。知道得手的田春秋开车接上女儿，两人带着一颗头回了家。2日的凌晨，田春秋在家附近的便利店购买过10袋冰块。田春秋本想用冰块防止头颅发臭，可是天气炎热，头颅没几天就开始腐坏，一个脑袋放在家里，一家人还怎么继续安然生活？邻居反映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，红子不再悉心照料家中的花园，原本整洁的别墅堆满了垃圾，满是杂草。田春秋也开始时常不在家，邻居看到过他好几次，就在家门口吃着泡面，跟以往的形象大相径庭。很难想象，一个文艺气息浓厚、儒雅的医生，他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为女儿讨回公道，却与女儿制定了如此荒唐的计划，将全家人的未来通通的搭了进去。更令人觉得恶心的是，朴仁志一把年纪把女装当成猎艳的道具，在违背女性意志的情况下发生关系，事情败露也不知收敛，最后用这种遗臭万年的方式离开了世界。案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很近，一家人谋划的过程还在调查，我们不得而知，有了消息再与大家一起分享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